一凡呢？啊？依林姐，进去多久了啊？现在没事吧？刚进去半小时，医生说没什么问题。好，别急了。依林姐，情况紧急，我们也是被逼的。你知道雨明呢？通知他了吗？已经在过来路上了。好。依林啊，阿姨，怎么样？还没出来呢。哎呦，不是，你说这孩子怎么回事？这么大事儿，他能瞒到现在？咱们先等着吧，进去半个小时了。媳妇儿，一凡情况怎么样？进去半个小时了，怎么还不出来啊？你不告诉我呢？个个都瞒着我。别老喊了，我还以为你知道呢。我昨天问你，你不自己说的吗？这多大事儿啊！江一凡家属。你好，钟大夫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手术很成功，麻醉现在还没过，等会儿转到病房里休息一下，醒过来以后就可以走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不早点说呀？你们是不是到了这会儿了，也才都刚知道啊？我一会儿回去我就给他煲汤。你说这事儿早点说多好啊！手术前，妈就多给你做点好吃的，这多伤身体啊！一凡姐怎么样了？还没醒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你问我呢？没人告诉我呀。你是她老公，你就没有感觉？就是啊，在我家住了那么多天，你真以为是我病了，他在照顾我呢？他不告诉你，就是怕你分心。你以为他不难受、不担心吗？是，他是没有告诉你，可人家杨小宝怎么发现的？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？一凡姐昨天去找你，你又跟她闹了？对不起。别跟我们说对不起，我们没事儿。你不心疼她，我们还心疼呢。我认识他那么多年了，我都没有见到他哭过。你知道他心理压力得有多大吗？你们俩到底吵什么？有什么可吵的？他以前花钱不知道有多潇洒，现在左省右省全部为了给你开支，都问我借过2回钱了。行了，你们就送到这儿吧。今儿在医院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婆婆对一凡挺好的，这一旦结了婚啊，别轻易离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来，妈盖上。还疼吗？跟妈说句实话，这么大的事儿你不告诉我，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没有。骗我！我是觉得咱俩最近的这个相处有点问题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以后你千万别这样。妈也觉得挺过意不去的。知道了，以后有事儿我都说。好孩子，这就对了。从现在开始，妈24小时我伺候着你，啊，好媳妇儿。妈，啊，什么叫男子汉大丈夫啊？您先把家里的事儿干好了，先把丈夫的事儿干好了，那才叫大丈夫。我不管你们俩之间有什么事儿，有什么问题，但就这个事儿，别说他怪你，我都不原谅你。我也不替你说什么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好好养着点啊，妈给你煲汤去。谢谢妈。
知道，特别让你失望。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特别不称职的丈夫。对不起啊，我努力改。我要是真的得了恶性肿瘤，你还会要我吗？我要，我肯定要。喂，姐夫。喂，一凡，你跟你姐联系了吗？怎么了，姐夫？我回到家里，家里没有人，给依林打手机，手机又关机了。那小莫呢？他们俩都不在。家里少了些衣服，小莫的洗漱用品啊、书包什么的都带走了。哦，那说不定啊，可能上哪儿玩去了。那他至少也得跟我说一声啊。他有当我是她老公吗？姐夫，你跟我姐到底怎么了？没怎么样，挺好的。我姐我最清楚了，要是没什么事儿，她不会这么反常。一凡，我跟你姐挺好的，真没什么事儿。都到这时候了，你还捂着有意思吗？哎，信息。那个，姐发过来说平安勿念。关机了。哎啊，那肯定啊，也是发完这信息之后才关的机。要不这样，咱给姐呢发个信息，开了机之后就能收着了，好不好？你发，姐夫。我发他会回吗？你可太逗了，回不回是他的事儿，你在不在乎那是你的事儿。既然这事儿已经到今天这份儿上了，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了。你跟秦山到底干什么了？不是，那个你听我说，咱这样，咱还是等姐呀回电话来，好不好？肯定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你想啊，这小莫啊，周一还得上课呢，但是小莫真的不会有什么事儿，好不好？你给我闭嘴！你回答我，你跟那个贱人到底干什么了？哎，好好说话。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？我自己现在也是一头雾水，好不好？你一头雾水，你别装啊！这事我姐早就知道了。要不是为了挽回你们这个家一忍再忍，要不是出什么事儿，她今天根本就不会这个样子。我告诉你，林伟，你别嫌撕破脸，你要是敢对我姐耍混蛋，我比你更混蛋！哎，一凡，好了，好好说话，好了，你这么，咱先回家好不好？回家听话，回来啊！那个姐，哎，别闹了，你等电话啊！行了，别闹，一凡，别闹，听话，别闹，回家，回来啊！别闹，回家。哎，我说你怎么就这么不冷静呢？我姐都失踪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？她要是就躲2天呢？可你这么一闹啊，不等于把你姐夫往秦山那边推吗？哎，他俩早就已经……行了，你怎么不好好想想呢？啊，你姐要是想好了要和你姐夫离婚，直接拿着离婚协议书来不就完了吗？带着小莫走什么呀？走能走几天呀？那不是被他给气的吗？你相信我啊，你姐走一定有她的原因。要么就想给大家空间，让彼此呢都好好的冷静冷静；要么就是以退为进，就想看看你姐夫没了他俩之后能怎么办。你姐呀，什么都已经想好了，就等你姐夫的态度了。好，您这么一闹，不等于没招了吗？你上次不是说找姐夫聊，你就聊成这样啊？我呀，要是能跟你姐夫谈明白了，中秋节他不就回来吃饭了吗？就你姐夫那态度啊！哎呀，
人家不说你姐夫了，还是说你姐吧，我觉着啊，得想办法，还让你姐啊改变改变。不是还让我姐怎么变啊？都已经变了10几年了，贤妻良母，相夫教子，还不都是为了他吗？你也不能这么说呀，你姐夫在事业上也是很成功的，好吗？那要不是我姐那么卑微的去照顾他那客户的妈，他能有这职位吗？不是你这吵吵也没有什么用啊！我吵吵什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啊！怎么还真动气了呀？是不是？再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不是老婆，听我一句行不行？给你姐夫发一个微信，跟他道个歉，好吗？我不听话，为你姐好。凭什么？老婆，我知道你现在呢挺生气的，可是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不能火上浇油，好吗？关键的问题是得等你姐回来，让他们俩坐在一起呢，好好的聊一聊。你说，小莫都那么大了，他们能怎么着？嗯？听话好不好？给你姐夫呢发个信息。想什么呢？想起丽芬姐说的了，婚姻其实就是一场梦。咱俩肯定不是噩梦啊！别把话说那么好。我要是真得了绝症，你还不知道能坚持几天呢。怎么又来了？这话题不是说过了吗？有没有一个女的，你确信可以坚持照顾她一辈子？我是说，把手边所有的事全部都放下，一门心思照顾她。睡吧。和我姐家回去那天晚上，问了王永明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问你呢，什么问题？怎么？于雷，他要结婚了？哇！当年你跟于雷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是当了多久的电灯泡？难受了吧？说什么呢？人家都结婚了。对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大方的祝福吧。必须的，已经祝福了。哎，让我说，你问了王宇明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我就问他，我说如果这肿瘤不是良性的，问他要不要，他说他要。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作什么呢？也不是。我在长瘤以后到问他之前，其实我心里已经想过很多遍了。我突然就发现，这个问题的答案居然心里一点底都没有，我自己都吓一跳。人家不都说要你了吗？是啊。可是我一点也不感动啊，我从心里就不信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对他没有信心，还是这个答案给我的感觉让我觉得没有信心。然后后来我又问他，我说那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一个人，就算是得了恶性肿瘤，他也能够不离不弃照顾他一辈子？然后呢？然后他犹豫了。
是这种犹豫给我的感觉，他的态度是坚定的。就是有这么一个人，他可以尽职尽责，一直照顾他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江大律师，这是不是太敏感了？这样可不好。我一点也不敏感，这就是女人的直觉，一个已婚女人的直觉。那你觉得那个人是谁？他以前跟我聊过一个新闻系的女孩，叫小韩，跟我结婚之前还惦记着人家呢。现在还惦记着？不知道，没问过。江大律师，能不能拜托你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男人，不要再去一味的帮他。你要知道这个男人值不值得你去帮。就是不知道啊，反正这事儿吧，我一想到于雷，我就觉得特别踏实，特别有把握。这要是他碰到这种事儿，肯定不撒手，绝对管到底。哎，你别再深究下去了，再深究下去可就麻烦了。我俩现在已经麻烦了，看出来了，你都开始想到于雷了。那个只是寻找一个心理平衡点。我怎么觉得你现在对婚姻那么迷茫呢？不知道啊，以前不管他碰了什么事儿，我心里都过得去。这回，我一直就认为，婚姻就是一种两个人在最黑暗的时候，我都能拉住他的手，他也能拉着我不撒手，然后一起寻找正能量，一起度过去的那种情分，或者是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也不会离开的那种踏实。我怎么觉得你们俩可能也会走到那一步？哪天啊？你看看我姐，还有姐夫，一起度过那么长时间，结果呢？说不定你跟于雷的那种信任也只是错觉呢，就像你姐还有你姐夫一样呢。谁知道？谁知道？你说这一个家常菜，吃了好几个月也吃不腻啊。要不怎么叫家常菜呢？哎，喝一个吧。来，干一个。当初呢，豪言壮语叫你来的，现在把公司弄成这样也挺不好意思的。反正你要是想这儿了呢，就过来吃家常菜嘛，是吧？咱就是不是同事了，咱还是朋友呢。那个大伙有什么需要，一个电话我肯定有。得嘞，冲这句话啊，以后公司要是做好了，欢迎你回来。行，那我等着。得，那咱就做好欢迎陈大总监再回来的准备呗。好，行，这个可以有。那就来，那就欢送变成欢迎了呗。对，来，欢迎回来啊！欢迎。好了，杯中酒了啊！杯中酒。哎，黄老大，华夏基金是吧？行，我查一下。我要是真的得了恶性肿瘤，你还会要我吗？我要，我肯定要。从心里就不信。需要积累，也需要有基础啊，要不然你跟小韩姐……有没有一个女的，你确信可以坚持照顾她一辈子？
反而是这种犹豫给我的感觉，他的态度是坚定的。小韩，他可以尽职尽责，一直照顾他。你好，一共是526。哎，以前没那么贵啊。平时你也没点这么贵的酒啊。是，咱那个不管酒是什么啊，咱重要的是这份情感啊。来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人流不足。啊，那个于明哥，要不我来吧？哎，别，不是我来，你那钱得留着养孩子啊，我来。来，600啊。那什么，那个让他开个发票，回头给你报个销。回头再说。那行，那咱那个吃好喝。哎，对不起啊。哎，那个谁，一凡啊，我先挂了，有事儿呢，一会儿给你打过来啊。那个都没酒了吧？没了。行了，没酒了，咱撤吧。走，保持联系啊！哎，走。刚才你给我打电话催让我回来，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现在挺忙的是吧？是，挺忙的。公司现在一大堆事儿呢，要钱跟不上，要人没有。今天陈涛说要辞职，我能不让他走吗？人老婆大着肚子呢，我不让他走，人吃什么喝什么？人走呗。我说给他见个行，请他吃个饭。结账的时候，我身上连个钱都没有。我当着一大堆同事的面，你说我连个钱都没有。人最后小宝拿出钱来，把这饭钱给付了。怎么说我也是一老板吧？好，咱不说我是不是一老板，我是一老爷们儿吧？我请人吃个饭，我连个钱都没有，你说我能不烦吗？哎，行了，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懂。行，反正我也听不懂。你是结婚前这么忙呀，还是结婚后才这么忙啊？你说你弄这么个公司，这么多人帮你，结果现在要钱没有，要人也留不住。你心思到底有没有在公司上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？行，我今天不想跟你聊了，再这么聊下去，咱俩就非得打起来，行吗？不聊了，行不行 ？OK， 我也不想跟你吵架，叫你回来呢，也是想好好跟你聊一聊。那行，你说吧。你前女友叫什么来着？怎么又问上这问题了？这跟咱俩聊的事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是你老婆，我不能问吗？江小涵，行了吗？江小涵，我就是想知道啊，这个江小涵在你心中到底是个什么位置啊？我挺介意的。你看啊，我们是夫妻，对不对？夫妻就应该互相了解，只有互相了解了，才能好好的走下去。所以他到底是个什么位置啊？不想说。不想说没事儿，那我接着说。我上次问过你，有没有一个女的，她得了绝症以后，你还可以放下手边所有的事儿，一门心思照顾她？我记得你当时没说话。说实话，我挺难过的，因为我知道那个人不是我，是他吗？这要是搁以前，我也没那么想知道。毕竟我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，不可能知道你一直在想些什么。而且你又没有表现出来，我也没把这件事当回事儿。可是现在，就今天晚上，
我就是想知道，他到底在你心中是个什么位置，我又是一个什么位置。我得知道这些以后，才能安心，我才能跟你好好的往下走，我才能有安全感。我觉得你今天晚上吧，有点无理取闹。你想说什么，你直接说呗。你想表达什么，还是你觉得我做了什么事儿，你直接说出来。你干了什么，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我做什么事儿了？我现在公司忙成这样，我能做什么事儿？你告诉我能做什么事儿？王宇明，你要是这种态度的话，我也没法好好跟你聊下去了。你自己想吧，想清楚再说。今晚我睡小雅房间。你说句话。给我。你想哭就哭出来啊！其实我觉得吧，男人有点秘密很正常。这是秘密吗？你知道一个男人结婚的时候连个伴郎都没有，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朋友就是那个小韩的朋友。你别在这瞎分析了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夫妻俩磕磕绊绊很正常，搞得跟你结过婚一样。我爸我妈没事总吵架，但是该低头就得低头，夫妻分居久了会出问题的。我们早就出问题了。小夏之前有个字儿没说出来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我就是一个替代品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觉得你像那小韩？我不知道。那我问你，他跟那个小韩有没有联系过？不知道。见过面吗？不知道。那就是没有。凭你们女人这方面的嗅觉，要是有不早就知道了。哎，河马。哦，王老大。我很纠结。你纠结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女人对你们的婚姻肯定不会造成任何威胁。但是有一点啊，那就是你内心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骄傲在作祟。什么是骄傲？好好想想什么是骄傲。骄傲啊，就是恋爱的调节剂；骄傲就是离婚的催化剂，懂吗？男的。你过来，我问你，昨天你们俩聊得怎么样啊？没聊，话都没说。嗯，我得说你几句了啊！人家一凡刚出院你就惹他生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毛病怕生气。你跟妈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着小韩？不是您想那种惦记。哪种惦记也不行，你这都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以为你结婚以后这事儿就放下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必须给一凡一个态度。你想干什么你？我想上班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哎，听说尾款到账了？嗯，那你应该高兴啊，这天绷着脸，怎么了？还跟一凡闹别扭呢？就上次生病那事儿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不烦我呀？懒得理。小佳，哎，小佳，哎，小宝，我哥今天情绪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相当不正常，就在我对面。不会吧？我闯祸了？你怎么能跟一凡说蒋小涵？你把电话拿来。你跟你哥说吧，你别骂他啊。不是小丫，你有毛病吧你啊？你跟一凡说什么蒋小涵的事儿？喂，怎么还给我挂了呢？哥，对不起啊。小宝，小宝，吃什么呢？你给他拨过去，
你问问他，他到底跟一凡说什么了？一凡啊，正跟我念叨这个蒋小涵呢，我还琢磨呢，怎么就突然间跟我念叨蒋小涵这事儿了呢？你打电话过去，你问问他什么情况。他能说什么？你是他亲哥哥，你们俩的事你们俩回去解决去。你赶紧给他打过去。打过来。哎，小丫，赶紧冲医院，小宝不行了。什么？小丫，小宝怎么了？吃了块骨头卡到嗓子里了。那现在呢？在里边呢。小丫不接电话，王一鸣不接电话，江一凡也不接电话，这都几点了，一个都不回来。小丫为什么不接啊？哎，是不是又出什么情况了？我现在根本就顾不得他了，我主要是想让他劝劝一凡，这不年轻人好沟通吗？我怎么觉得这一凡跟小涵越来越有点像啊？你别这么说啊！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觉得有点对不住一凡了。你还知道对不住啊？你少做那些对不住的事儿啊！我做什么对不住事儿了？哎，什么英明决策不是我提出来，你都干什么了？我可不操那份闲心呐！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，这孩子们都大了，他们自己能够处理好自己的事情。可是你一掺和呢，这性质就变了。行了吧你啊！你儿子跟你一样。看问题太肤浅，你看得深，哪个你看上了？当初雨明跟小涵两个人好，你硬是给拆散了。换了小凡呢，你哪都看不顺眼，挑三拣四的。哎，你是给儿子娶媳妇儿，还是给你自个儿娶媳妇儿啊？我娶儿媳妇儿，怎么了？我还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我都不会后悔，我阻止了雨明跟小涵出国这事儿。那一凡呢？一凡怎么了？一凡，我现在不是正在给他做这工作呢吗？哼什么呀哼？你除了会看报纸、钓鱼，你还会什么呀？哟，回来啦！凡，回来啦！妈，爸，你们还没睡呢？哎呦，这都没回来，我哪睡得着啊？我这不是回来吗？让你们担心了，你们赶紧休息吧啊！哎，不是，你别去小丫的屋睡了。我替雨明跟你道个歉。不用了，妈。我累了，真是挺想休息了。你们也早点休息吧。不是，你累了就在自己房间睡吧。啊，老睡小丫那房间，这叫怎么回事啊？你进去跟他好好谈谈啊，谈不好你别给我出来。怎么还不出来呀？不会出不来了吧？你小宝命大，没事儿。还没事儿呢，都弄成这样了还没事儿。你说我最近怎么过得乱七八糟的，把自己弄成这样，我跟我嫂子弄成这样，现在小宝也这样了。我也没咋样，你看你说的，我这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出来。医生怎么样了？取出来了，暂时没事。要保险呢，还得观察一晚上。观察，我们观察。你要没话说就出去吧。我跟小涵呢，结婚之前我都跟你说清楚了。你说清楚了吗？我哪点没说清楚呀？那电脑里面蒋小涵的搜索记录是什么意思？行，这小涵出国之后，我给他打过电话，国内的号码停用了，找不着他了，我就给他写电子邮件，他也没有给我回过，那我就变成了去搜集他的报道。那我当时认为这是我跟他能够唯一联络的方式了。那再后来我就看见他跟一个叫 Ruby 的两个人联名写这个报道了，那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那慢慢的我就放下了，这我都跟你说了，这都是婚前的事了。
上午没问你婚前的事儿啊。我俩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那我问你，我现在看到的蒋小涵的搜索记录是怎么回事？小燕儿啊，一直特别崇拜这小涵，她老收集她的报道。她前段时间跟我说呢，她好长时间就没出报道了，所以我就上去。不是一凡，就算是一普通朋友，在那么危险的一个地方，突然间失去联络了，你不会？我不会。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接受不了我的老公在跟我结婚以后，口口声声还说着爱我一辈子，心里还惦记另外一个女的，这我接受不了。一凡，我已经跟你结婚了，我跟你结婚的时候，我心里很清楚了，你为什么这么不信任我呢？我怎么信任你？要搁以前，我真特别信任你，说什么我都信，但现在对不起，我真信任不了。你的遐想，这属于你的假设。假设，这就是事实。电脑上面，我要不要现在翻出来给你看？蒋小涵3个字，你当我瞎呀？你这不是惦记他，这是什么？我惦记什么了？我惦记，我有那心惦记吗？我公司刚刚起步，我惦记公司这会儿还惦记不过来呢。我那公司的事你处理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没处理好呢？那哪件事处理好了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不想跟你吵了，咱俩冷静冷静，行不行？咱俩别就这一件事车轱辘话来回说。我车轱辘话呀，王宇明，你要是把这个问题一个一个给我处理好了，我至于现在跟你说这个吗？咱别钻牛角尖，行不行？你要这样的话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咱别老记扣子，行吗？我倒是想不记疙瘩，我不是等你给我答案吗？行，我给你答案，行了吧？我给你答案。小涵跟工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现在连心都不在工作上，你说有没有关系？我不想跟你吵了。小涵的事我说了没有？我说清楚了吧？啊，你爱信不信。哦，对了，还有，你现在啊，你想睡哪儿就睡哪儿吧你。怎么样？我们的事儿我们会自己处理的，你们就别跟人瞎操心了，都赶紧睡觉吧。不是，妈跟你说一句啊。夫妻之间，有的别扭能闹，有的别扭可不能闹啊。夫妻之间哪有不吵架的？细睡。哎，对小涵的事儿，你太矫情了。现在关键是你们俩之间，最近你们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冷了？啊？不知道。我觉得是你太关注他了，有些事儿你不用帮他，像月供，让他自己还。哼，还不止月供呢。算了，他也掏不出来，还是得我掏啊。你要是非帮他也行，但是切记一点，不要老发表意见，忙都帮了，嘴上再不饶人，到头来就是吃力不讨好。你别以为你一番奉献能让男人对你感恩戴德，事儿都做了，一发牢骚全完。别指望男人良心能大过自尊心，记住了。那良心在他们那儿到底能排第几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，良心有的时候在男人那儿能起到反作用。啊，他觉得对不住你，他在你这儿觉得有压力了，他就会躲到让他没有压力的那边，就这样。姐，是不是姐夫最近又怎么了？上回那件事情以后，我又看了秦山的微博，说是他们分手了。现在林伟对我好的让我觉得有点别扭。可至少人家有态度啊！你看看王宇明，到现在为止啊，一句软话都没有。哼！哎，他们俩的性质不一样。以前在家里吧，都是我照顾他，我伺候他。现在
是他给我做饭、端茶倒水，我倒反而不适应了，觉得特别假。每天回家觉得特恍惚。你这日子到底是怎么过的呀？就别说我了，我觉得现在关键是要你尽快把自己的心结打开。我没你那么能忍。这事儿啊，不摊在自己头上，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，离。一旦落到自己头上，没有一个不忍的，就看忍到什么程度了。我觉得小韩这事儿吧，你完全可以把他当成是一个虚无不存在的敌人。你要是看不见他呢，你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时间一长，他也就真不存在了。但你要觉得他存在呢，你就天天想办法要跟他斗。其实你斗来斗去，打到的只是空气，反而把你自己折腾惨了，而且会让雨明对这件事情越来越伤心。你听姐的。你这话猛的一听是有点道理，但仔细想，这不就是女人的自我安慰吗？女人再不找点自我安慰，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大小姐，你那个只是一个虚无的敌人，我这个就在眼前。要不你上去坐坐吧，我给你熬碗姜汤喝。走啊！不叫保安撵我去。今儿破例，以后没准啊。真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挺贤惠的。我一个人生活这么长时间，这点还不会啊？来，一会儿再给你做俩菜吧。别的，你哪能做？我做。想吃什么菜系的，你随便点。梁二宝，你又来了。哎呀，我就是想让你了解一下这极品省男和细腻小男人的生活观。我认为啊，只要这男人还能动得了，绝对不能让女人进厨房。你不知道，这做饭啊，特别能给别人幸福感。我是不想放弃这种给别人幸福感的机会。小燕，其实你表面上看着很世故、很现实，就是你特别单纯。你别乐，我就是觉得你单纯，主要体现在你比较容易上当，而且很容易好了伤疤就忘了疼，所以特别适合找个像我这样稳稳当当的，他互补。小燕儿，我知道我挣不了多少钱，但是我也不怎么花钱，我可以把我挣的钱都给你，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所以，我现在恳求你，认认真真的考虑考虑我。杨小宝，你说的话我都相信，我也对你有信心，我也相信你能让很多女孩都幸福。可是那个人不是我。我要的真的不是你这样的。小莫，妈妈回来啦！爸爸正在做饭呢。哦，媳妇儿，回来了。这些菜都是我跟爸爸一起买的。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蚝油鸡翅，快尝尝吧。小莫，来坐下来。好吃吗？
么好吃吗？爸爸好久没下厨了，手艺还在。爸什么时候下过厨啊？我记得那是你爸在大学追你妈的时候，当年的拿手菜。你觉得现在味道变了没？我不知道，你觉得变了吗？爸妈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们说。说。我们学校开了兴趣班，我想学跆拳道。好啊，跆拳道就是男孩子练的，爸支持你啊。学什么跆拳道啊？太暴力了，不适合他这个年龄的小孩。妈，这就是一项运动。斗牛也是运动，看电视的时候你不都不敢看吗？哎呀，这斗牛跟跆拳道，它能是一回事吗？是不是一回事？斗牛对的是牛，跆拳道对的是人，是吧？媳妇儿，我觉得你说这话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偏激了？你看我现在我还在练击剑呢，对不对？击剑它也很危险。什么时候小莫的事儿你也插手了？今儿你怎么了？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心里很清楚，不是小莫的事儿。小莫学不学跆拳道本身没什么，是我自己想发泄。之前跟秦山抢他，就好像打一场仗。我是一门心思想把他往回拉，一门心思往前冲。现在他们俩分了，这场仗打完了，一回身我才发现。自己身上到处都是伤疤，才开始觉得疼。人一松下来，才开始想很多事儿，想他们，想我们。我这才感觉到，林伟其实有很长时间，已经不再跟我说他工作上的进展，他在公司里跟同事之间那些破事儿，我好像也没有再跟他说过我生活中我的那一点点小感觉，除了孩子，我们还真的没有什么其他话题。其实这每一天的日子，都已经在暗示我们之前的变化了。我竟然没有意识到，还傻乎乎的认为，就是这短短的几个月，让我颠覆了我对我老公的看法。跟打败秦山比，要打败这种伤痛更难。其实也没那么难。这些道理你说出来，
不都挺明白的吗？每个人呢，都得习惯向目的妥协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。有时候很残酷，没办法。你既然决定要守住这个家，你就别再把它往外推。你试着跟他找点新的话题，聊聊。这感情这事儿呢，它就像一个花儿，你除了这个浇水啊、施肥啊、晒太阳，你还得从根儿上解决这个问题啊。就像那花盆，它裂了缝，你得先把它补上，是不是？试试吧。什么叫试试？你自个儿看看，你自个儿看看你自己，你这能行吗？给点信心。什么叫试试？喂，老婆，到了。哦，我也到了。你那个路上堵车吗？今儿不太堵。小莫送到学校了吗？我都已经到混血所了，小莫肯定送到了呀。对了，小莫那学习成绩什么下来？还有1个星期吧，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？没事，你说。没有，也没什么要说的。咱们俩晚上下班能一块吃个饭吗？哦，那可不行，我没跟小莫说，爸也不知道，谁去接他呀？再说了，他一回去之后还要吃晚饭呢。好吧，那我先挂了。哎。妈，哎，您这是说哪儿了？我跟你说正事儿哈，等一会儿一凡来了，你必须今天得当着我的面跟人认个错，赔个不是，听见没有？您叫我来就这事儿啊？我那公司一大堆事儿，你还骗我？你这……你说你们俩这都分居好几天了，我着急不着急啊？人家一凡还有他们家人怎么支持你的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，人家做到这样不容易了。你今天不管怎么说，你必须给他一个明确的态度。这态度我已经很明确了，就我跟小韩那事儿，我不是已经解释过了吗？不行啊，你这态度不行。你听妈说，如果你要是因为小韩跟一凡这么闹，你说我真的我也挺过意不去的。妈，哎，凡，那个慢点。我把他给你带过来了啊！我让他今天必须当着我的面，给你赔个不是，道个歉。不用了，妈，谢谢你啊。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让我们自己处理吧。我那上头还有一堆工作呢，你要没有别的事儿，那我就先上去了。喂，别，有事儿你那个是不是今天该复查了？让王明陪你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谢谢啊，上去了。让他，哎。玉明儿，马静儿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愈演愈烈，刚有坦白了。你劝劝他呀！你怎么不劝王宇明啊？你这话说的，我劝了。要河东狮吼了。你告诉他让着点儿。挂了。哎。最近挺辛苦的，特意给你点的。哎，怎么样？服务到位吧？服务呢是挺到位的，少八卦一点更到位。我这不是为了你们俩着想吗？哎，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是不是也觉着我跟一凡结了婚之后，我心里还惦记脚小韩呢呀？哎，别想那么多了啊！来吃饭。那我能不想那么多吗？啊！我不明白了，为什么要跟我闹这下子？是我是有问题，我是看那网页了，可那小丫跟我说的呀，他说他找不着这小韩了，我好奇，我看了一眼，我也跟他解释了。先别想那些啊，别生气，
气大伤身，来坐下，趁热吃啊！我去给你倒点热水啊！别生气，行。不是我说，哎，你这萝卜、豆芽、土豆仨素菜，我怎么吃我啊？喂，哪位？对，我是王玉明。蒋小涵，腰椎神经受到撞击之后呢，压迫到了脊椎神经，现在他的下半身基本上没有什么知觉，处于一个半瘫痪的状态。手术呢，我们是已经做过了，现在要做的就是希望他卧床休息，积极配合我们治疗。哦，那他什么时候能站起来？这个不好说，我们只能给他一些改善血液循环和营养神经之类的药物，帮助他自身修复。他这种情况，坦白说还是有点困难，不能放弃希望，但是同时也要做好准备接受失望。作为朋友，就尽量给他精神上的支持吧。好久不见。没事儿，小伤。有人照顾你吗？护工照顾我。有人照顾你吗？吃饭了吗？吃医院的，挺习惯的。要不我出去帮你买点吧？不用了，管得了这一顿，又管不了下一顿。再说，我都习惯自己张罗了，一会儿打电话订个外卖。别，我还是出去帮你买点吧。真不用。不，很快，等我，很快。宫保鸡丁、蘑菇炒肉片啊，还有这个，哎，鱼片粥，都是以前我最爱吃的。是，来，我自己。对不起，我忘了你动不了。来，来，正好，哎，好嘞，行吗？可以。来。小口喝啊！好。一凡，一凡，王宇明，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我没想瞒着你，我也知道他刚刚回来的。你复查完了？我谢谢你还记得关心我，你还是去关心他去吧。
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那什么样？惦记这么久，终于见着面了，还真生病了，多合你心意啊！啊，过来给他送过饭，都是一个粥几个菜的，多尽心啊！哎，你对他负责，你就不觉着麻烦，不觉着累了？跟我那儿你就各种不爽，我是不是应该恭喜你，终于可以跟他再续前缘了？咱俩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啊，看你呢，你能怎么说？怎么了？刚才好像有人来过。哦，不是，刚才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儿，所以我就出去。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一听到你电话，那声音吓死我们了。一凡姐，你不会想不开呀？说呀，你说句话呀。他回来了。谁呀？小韩啊。那你们家王宇明呢？别问了。亲爱的，你一定要坚强啊！你回去吧，我这儿没事儿。哦，那行，那我先上班去了。有什么事儿呢，你给我打电话。他们谨慎一切，那我让位呗。你这是要放弃啊？这不像你风格。也许他们俩没什么呢。什么没什么？都背着一凡在医院端茶倒水了，还叫没什么？那不也就看见这些吗？端饭伺候着呢，那算不算暧昧？非得看到两人？行了，别吵了，行吗？我就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，你俩别吵了，行吗？